伴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3号。那我们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线上，我们直接邀请我们今天的讲师智博，麻烦你喽。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大家好。晚安。2025年最后一个月了哈，那即将又要迈入到2026年了哈。在这边真的非常的高兴哦，大家欢欣的度过了一年，那也即将要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哈。那今天丛林奇谈第4篇恐怖的开始的完结篇，也是最重要的重点。那这一篇恐怖的开始呢，事实上它就是在讲人和野兽的关系。那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老虎它这个祖先。那我们从知道老虎开始老虎的祖先开始，然后现在呢延伸了老虎跟野兽的关系那一开始呢老虎呢始终都认为它就是森林的主宰者，它就是大家的领袖。然后呢它呢本身它的职责呢就是为大家来做调解纠纷那所以说呢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仲裁者是一个正义的化身那所以说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那现在呢就因为了他扑杀了这个羚羊之后然后就导致大家呢对他的印象都非常的不好，而且呢就对他非常的啊就是憎恶就是一种非常的讨厌他厌恶他那他自己也知道那所以说他都自己都认为说，假如大家都就是厌恶他，如果是他自己厌恶他自己，那他都还可以忍受。但是呢，如今呢，现在呢，连他的子子孙孙呢，都遭受了这样的一个困扰那该如何是好呢？有时候我们人也一样我们自己以身作则以外，当然我们都还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有一个典范可以看，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身教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们那所以说呢，老虎的祖先呢，他始终还是认为说，那他自己犯的错，但是真的会影响他的孩子们这是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所以说呢，他就问了啊，达就是大象的祖先就问了他请他帮他想一个办法，看可不可以呢，帮他来化解这一件事情那达阿呢，对老虎呢，事实上老虎的祖先他呢也是非常同情的那所以说呢，他想了想就说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用一年的时间里面的其中一天的那一天的晚上恢复到原本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还没有杀害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时候呢，大家还是都一样的爱就是拥护你喜欢你那让你呢也不会害怕那2只腿的那个裸体虫大家应该都知道所谓的裸体虫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人就是让你也不怕人反而呢还让人呢会害怕你但是呢那一天晚上的人请你呢要好好的呢爱护他们不要对他们有任何不礼貌的行为，或者是那一种
暴力的行为等等希望你不要吓到他们卡那个达阿呢这样子跟老虎的祖先讲希望他能做得到那老虎呢听了之后，达阿既然肯帮这个忙然后呢就很高兴很高兴，非常的高兴老虎呢也别无要求了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那就欣喜若狂的呢，很高兴的答应了就好，那就这样好了。那可是呢，有一天呢，老虎的祖先到了河边喝水的时候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去河边喝水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那就是水中里面的倒影，对吧？所以说水如果很清澈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导引出来实际的形态像我们如果真的到野外去，没有镜子或者是没有带可以用照自己的的这些器具或者是这些材料应该找水是最方便的啦好，那突然呢，他就想起了老虎的祖先，他就想起了他被人辱骂他是一个黑条纹的家伙所以说呢，他就感觉不能接受就愤怒了起来发起了肝火。那为了呢遵守达阿呢跟他的约言他呢我们书里面写的是约言，应该是说承诺了一种承诺，一种许诺所以说呢，他就只好暂时呢忍住了他的脾气就忍了下来等到呢杀羚羊的那一个晚上呢，他又偷偷摸摸的因为过了好几天了，然后呢他终于等到这一年里面这一天就是他杀羚羊的那一天的那个晚上，就是达阿呢许诺他的他可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然后结果呢他就偷偷摸摸的又潜伏到人类居住的那个山洞的附近然后呢也刚好看到一个人这个乳体虫呢从山洞走了出来然后呢他就很自然的不由自主的就大声的咆哮起来咆哮起来。老虎的那个嘶吼声真的是非常震撼的而且呢真的也可以传非常非常远，尤其是在山上我们都知道在山谷之中那种回声那种波荡那种可以传很远可以传很远。那他这样一咆哮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吼叫声的时候，就把人呢都吓倒了都吓倒了。然后呢，他就迅速的、快速的扑上了这个人，然后咬住了这个人咬住了这个人。这样的一咬，事实上真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知道老虎它的咬合力事实上都超过百吨那种那一种撕咬的那种力量，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就好比被几百公斤压的那种一样那如果是双边的那种夹那种咬，真的是不死也半条命不死也半条命所以说不相信的话来讲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咬咬看自己咬咬看，就用我们自己的嘴巴自己咬自己看看那种力道，像我们人的咬合力事实上只有几十磅，但是像大型动物，尤其这种肉食性动物的话来讲的话真的是超恐怖的那种撕扯起来真的几乎说实在都可以把骨头碾碎好，那
他这样扑上来咬住人之后，当时那一会那达阿呢也出现在那个就是峭壁上的大石头上然后就厉声的呵斥老虎达阿呢这个声音呢，事实上也不输给老虎它的咆哮声事实上，大象的叫声也非常的那种犀利也非常的犀利然后呢，就可以很严厉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呵斥老虎。那哈蒂呢，把他的鼻子呢就举得高高的举向了西奥尼山从山岩后方的天空呢立刻呢就产生了风云的变化立刻涌起了朵朵的黑云这代表了大象的祖先他是非常非常的火冒三丈那所以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气势产生出来那黑云产生之后呢，紧接着这种情况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可以讲说那种气氛就非常的凝结非常的乌云密布般那这时候呢，电光就闪闪了电光闪闪，雷声呢轰隆轰隆的叫震动了整个森林那像这样子的话来讲的话，真的就有非常大的气势气场所以说呢书本里面也在讲大象的祖先呢有可能是雷电的妖精因为它可以呼风唤雨那可以呢聚电雷鸣那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本领那这样子的情况呢就在那个当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肃静那听到这里伯鲁呢就闭起了眼睛说哈蒂听了之后也摇晃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抖动了一下，就代表讲到这边的时候那哈蒂呢自己本身也蛮震撼的也非常的感觉到不可思议然后呢老虎呢听到了达阿的怒吼只惊恐了一下而已只惊恐了一下也没有真正的臣服和畏惧，那就立刻呢就恢复了那种傲慢的态度气势汹汹的就回到回这个达阿，那回了他跟他说就跟达阿说，我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呢？我杀了恐怖嘞，对不对？那恐怖死了，那以后呢，我们的丛林里面就不会再出现恐怖了那所以说呢，我是为大家呢来除去恐怖我的根源，那我才是功臣对不对？我哪有做错他还是非常理直气壮的很自以为是的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除掉了恐怖，那以后我们森林呢就不会再有恐怖了所以说这种智商真的实在是怎么说好好，那老虎会有这样子的天性，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也时常在讲万物皆有灵那当然连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人也有人性那野兽也有兽性对吧那所以说每一种是动物它本体上都有一个真正是属于它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说它自己本身的一种习性好，那达阿呢他就
想说，你真的哦，真的是像傻瓜一样哦，就像猴子一样傻哦，都认为说他这样子就可以除掉了森林里面的恐怖了哦。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哦，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呢，人类呢还会来找你算账哦，甚至呢来找你怎样报仇哦。所以说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哦，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说呢，到时候人类的反扑，还会杀掉更多的野兽哦。那从今以后呢，大家就都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哦，来防备呢啊人人类呢来的报复哦，然后来寻仇哦。所以说，在万物里面的话来讲，会寻仇的动物除了我们人以外，还有一些动物也都会哦。那当然，我们人是比较绝对的，因为我们人类有智商嘛哦。那动物的话来讲的话，都是想考虑到眼前而已哦，就是做了就对了哦。所以说有时候，说到我们人真的有时候一些所谓的执着啊，哦，然后跟无法放下那种纠结也无法翻篇哦。所以说，人类的感情事实上真的是很深的非常的深哦，也是非常懂得一种延续的哦。好，那并不像野兽般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他老虎呢自认为好，我已经杀了一个人了应该全部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厉害对不对？那所以说呢，都会吓到跑光了都会躲得远远的那以后呢，我们丛林呢就能相安无事的过太平的日子那我们呢，森林呢将来呢一样会恢复到从前一样大家都可以很随意很和平、很幸福的过着。所以说呢，老虎呢的祖先呢，他始终认为好，我才是功劳的功臣我是大家的功臣我是功劳者相信大家呢以后还是会选我当领袖还是愿意的让我来领导大家。那达呢他心里面也在想，就试试吧。我想大家都不愿意再亲近你了况且呢，人类呢也会开始追踪你用他们的武器例如有什么箭射来射杀你然后呢布下陷阱呢来捉你把你呢杀死之后还不会善罢甘休就会把你的皮呢剥下来然后呢都是因为呢你杀了人那所以说呢，将来以后所有的人呢都会毫不姑息的来对待你那老虎呢心里面虽然感觉到有一点惶恐不安但是呢他还是装得很镇定可是他心里面就在想说，你有答应我你还是有答应我许诺我每一年里面有一天那一个晚上呢，人会怕我的所以说呢，他就感觉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免死金牌那所以说呢，他还是就是还是非常的坚定了但是呢，其他的晚上呢怎么办？对不对？其他晚上怎么办？那只有一年才一天而已，那其他这么长的这一些晚上那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人呢会想尽办法来铲除你，杀掉你但是呢，又回想了一下我已经都
把人给杀了啊，哦，那怎么还会有人呢？哦，那大家呢就骂他混蛋，人多的是啊，哦，你只是杀了一个而已，还有那么多，那怎么办？对不对？哦，那正在他们两边呢，就在那边争辩哦，争辩了非常非常的久了，就是在论说他这样子做是对的哦，那这样子的话来讲的话也是为了森林等等哦，都是蛮自圆其说的哦，老虎的祖先哦，他都很自以为这样子做才是对的哦，但是都没有想得非常的长哦，没有为大家真正的处身几率的去好好的去设想哦，那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哦产生哦，正当变就是在一直变哦，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子哦，那结果呢，时间一过，天也快亮了哦，此时呢天亮了哦，那又有一个人呢从洞穴里面走了出来哦，看到同伴呢被老虎呢压着在地上哦，哦就就尖叫哦，就会很惊慌嘛哦，惊慌的时候有人真的都会大叫哦，那种尖叫声哦，然后呢就急急忙忙的跑，又跑了进去哦，跑了进去山洞里面哦，然后呢就带着一把尖棒哦走出来，走出来。那听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一只小可爱哦，刺猬以奇呢就缩着脖子说：“哎呀，好险呐、哈哈，哦，就躲到毛王克利的后面去躲了起来哦，去躲了起来哦。有什么危险的毛克利哦，就回头问了以奇嘛哦，那肩膀呢太厉害哦，会飞过来的诶哦，以奇就这样讲，因为呢，以奇呢他看过哦，也听过哦，那也经历过哦，人乳体虫呢曾经用这种东西呢来猎杀他们哦。那所以说呢，以奇呢一听到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肩膀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出来的时候，以奇真的非常非常的害怕哦，就浑身发抖哦，因为呢，刺猬呢是根柱哦，它这里面呢有提到根柱这样的一个词语，所谓的这个根柱呢是在说印度人哦，他们呢的一种印度的一个原始村落的族人哦，他们常会制作这一种所谓的箭呢，毒箭呢来射杀他们哦，所以说呢，他大概知道，而且呢，他们这些原始人呢非常喜欢吃的就是乙奇，就是刺猬哦，所以说呢，他们呢他们呢所有的刺猬呢都非常非常害怕所谓的肩膀哦。那肩膀呢，应该照我们讲起来的话，是弓箭吗？应该不是哦，应该不是，是一种类似我们在做标枪的那一种哦，那一种武器吧哦，就是啊、呃、一根木棒，然后前面削的尖尖的哦，那一种叫做刺棒哦。好，那与其呢这么害怕哦，那那他就说有没有搞错啊？哈蒂说的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这样子的话人从那个洞口里面跑出来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哦。那哈蒂呢又接下去说不是像以前讲的那种短棒，而是更长的一种棒子这里面就有讲到就是从人呢，乳体虫呢，它可以呢，猛力呢一投掷就是我在讲的应该就是在讲标枪标枪哦。
那长棒呢就可以呢怎样一挥出去一抛掷一丢出去的话就可以扎进去呢老虎的脊梁脊背因为它是从高由下那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扎进去的并不是像平面平面的话应该就是戳了那但是它就是用抛的抛掷的那老虎呢被扎到之后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会叫苦连天不管应该是不止老虎而已不管哪种动物，应该如果说实在真的是被扎到的话，应该都是非常痛苦的那老虎呢，它现在在讲的是说老虎那被扎到的时候就是叫苦连天，然后就会大声咆哮因为痛嘛就一定会挣扎，然后一定会嘶吼在丛林里面就会开始乱撞乱冲，应该是痛到真的不晓得该如何是好了那种痛苦所以说就会横冲直撞结果呢长棒呢就会被弄断那尖刺呢就会刺进去那个肌肉里面就无法可以弄得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如果大家如果有被那种刺扎过你要知道你明明看得到那一个很细小的刺，但是你用你的手去把它拔，真的都拔不出来真的还是要靠夹子通常的话来讲的话，还有一些方法啦就是把自己的手泡软放在醋里面或者是放在容器里面让它让我们的皮肤呢更为软化之后，然后再行去把它取出，会比较好取出如果像这样子的话来讲被穿进去到肌肉里面，真的要拔出来的那种力道，真的是还要再比原本戳进去的力道还要大这是实在话因为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我们在教孩子们的时候，说实在我们也都很喜欢做蛇面，对吧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团面团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你戳进去跟你拔出来的力气如果它够大的话，密度够大的话就是你揉搓面团那个密度够大的时候你要拔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道跟你要把它插进去的力道可以去做一个比喻也可以让孩子们去尝试看看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教育。那插到里面就没办法拿得出来毕竟动物嘛它不管再怎么样痛，尤其是动物它们几乎都是会用嘴巴去舔用舌头去舔如果大家有看过的话自己的家里面的如果有养狗有养猫的话你们不妨的话来讲的话，也可以去观察看看，有时候他们真的如果有一些小伤他们也都会用他们的舌头去舔它以这样的一种讲法的话，事实上话来讲的话，它是有消炎作用的口水那所以说动物它们有他们自己的疗愈方式甚至有一些人也都知道说有时候动物它们自己本身就有一种天性，他们会去食一些他们可以吃的草来救他自己，或者是来改善自己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好，那老虎呢，因为受不了这样激烈的疼痛就使劲的哀嚎那野兽呢听到了这些哀嚎声，跟老虎这样子横冲直撞到处的这样子的撒泼那真的大家也都吓得要死魂飞魄散看到老虎这样子走都走不动走都走不动，都躲着都躲着因为他们知道呢人呢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能制造武器嘛
那从远方呢就可以来打伤野兽哦。从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哦，大象祖先的那个时代哦，他们这些所谓的乳体虫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哦。所以说呢，就把整个森林呢、丛林呢陷入了极为恐怖的哦世界里面去了哦，就变成了是这个样子了哦。从此以后呢，人们呢就开始了杀害野兽哦，不是只有用尖棒而已，而且他们还会设陷阱，而且呢还会布下圈套哦，飞棒哦，然后甚至呢在之后哦，随着呢有白烟和雷声的，还有用红花大家应该都知道哦，没有，哎，我们在座的各位团长应该都知道哦，丛林奇谭里面讲的红花是什么哦，然后呢，利用红花呢，把野兽呢都驱赶到栅栏里面，然后再把它们杀掉。从这样子就变成了森林里面哦，丛林里面真的永无安日了哦。但是呢，老虎呢，一年还是只有一个晚上人们会害怕老虎。那老虎呢，他都知道，因为这个是他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哦。因为老虎呢，那一天可以出来伤害人类嘛哦，因为老虎呢，就会沾沾自喜哦。那老虎呢的子孙们每逢呢这个晚上呢碰到的人类呢，就会马上想起呢老虎祖先的耻辱哦，就会呢肆意的呢来杀人哦。在这一天的晚上呢，人们呢都不敢出门哦，都很怕自己被老虎呢杀害哦，遇害了哦。因为老虎呢本身它都是用那种偷袭的伏袭的方式来扑杀人类嘛一般的话来讲的话，老虎啦、豹啦这些所谓食肉性的动物，几乎都是用偷袭的方式，或者是用群杀的方式哦，来获得食物的尤其是狼也是哦。那于是呢，丛林里面的飞行走兽呢，无论是昼夜呢，出门呢，都非常的小心翼翼提高警觉，以防万一那真的就是大家都很害怕碰到乳体虫这样一个恐怖的开始。哈蒂讲完了这么漫长的故事然后呢，毛克利呢趴在旁边的浅滩上就默默的想了一会因为他是有脑筋的嘛，他会去想那他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就问他的老师伯鲁说：“喂，伯鲁，我觉得呢有点不太对劲了，是什么时候老虎的祖先呢开始呢吃肉的呢？啊，真的呢想不懂，想不清楚，也没有办法理解他虽然扑杀了羚狼、羚羊跟人但是并没有吃他们的肉只是把他们杀害而已那哈迪就说，老虎的祖先是吃植物的那所以说呢，他们是从哪时候开始吃肉的呢？他也不是很清楚了他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伯鲁呢就很高兴的笑一笑说：大概呢，他心里面知道了就跟毛克利讲说：毛克利，你真的是很聪明其他动物呢的脑袋呢都没有你好所以说呢都没有疑问就只有你那他把就是伯鲁他把他知道的大概隐逸的告诉了毛克利那老虎开始吃肉的动机是因为他自己身上
那些因为草木呢，当时呢，他在森林里面为了去找到恐怖的那一段距离，那一段路程，草木呢将他的毛皮呢画成了黑条纹，使他呢备受这样的一个侮辱，所以说呢，他呢只要闻到了草木的那个味道呢，就立刻会作呕。那因为呢画下了这样子的一个黑条纹，那让他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应该是在讲说非常非常的无可奈何，无可奈何，所以说呢，他就不吃草了，不吃草木了，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因为呢，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就刚好也是很愤怒这些鹿啊、羚羊啊、野猪啊，都不肯跟他亲近，那所以说呢，就干脆一了百了，扑杀他们，就把他们吃了，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因为是这个样子，从恨意到这种去杀害他，然后把他吃掉，伯鲁这样说，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毛克利呢，他心里面就在嘀咕的，就是说，哎，好像也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的诠释，然后来释怀，所以说呢，讲了这么久，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有趣嘛，就伯鲁呢，就跟毛克利这样讲说，那你觉得你学会了丛林规律的时候呢，我呢还可以再讲更多的来给你听，伯鲁呢，真的是非常疼爱毛克利了，只要毛克利提出来的有任何的疑问，有一些质疑的地方呢，都会呢很细心的来教诲，然后来讲给毛克利呢能去了解，那在这一篇呢恐怖的开始，这完结篇呢就是在讲人类跟动物之间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呃为了为了生存嘛，大家就这样子的应该就是说食物链吧，应该可以是这样来做一个诠释但是这个恐怖呢，事实上到底是谁造成的？我想应该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食物链，食物链，这也没有什么叫做绝对或者是对与错，但是就是大家互相彼此尊重生命，大家互相的能去共同的然后来生育来生养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最主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吃植物就是所谓的吃素食？我相信应该，动物本身的话来讲的话，就如哈蒂的祖先一样，本来大家都是一样，真的都是吃食物的，植物的，它只是后面衍生到为什么有的就变成是食肉性的、杂食性的然后食草性的这一些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跟孩子们讲清楚这一些然后能让大家能在心里面也都有一个诠释的方法甚至孩子们有时候疑问很多疑问很多那《丛林奇谭》这里面的话来讲的话，大概这个恐怖的开始的完结篇这边的话，大概就会跟孩子们讲所谓的生存法则跟这所谓的食物链的问题那所以说
大家就看怎么样来引导孩子吧。那我相信，不管是吃植物全素的也好或者是杂食性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但是我们都希望说实在，真的是要均衡营养均衡营养那这样子才能把自己呢身体顾得好那我们呢现在衣食无缺嘛也不晓得真的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真的都需要这么这么需求这些所谓的食物那所以说我们童军事实上都是与人为善的那也是希望可以造福更多需要我们的地方从这边我们都可以知道食物呢未来在联合国里面的倡议里面事实上将来的世纪里面粮食危机真的是存在的也可以顺便可以告知孩子们虽然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可以引发很多的议题出来让孩子们去得到一些共鸣这才是我们童军服务员应该要有的那在这个章节里面，当然我们可以做很多游戏包含可以唱很多歌像沙虎歌沙虎歌，沙虎歌，小德团长会唱吗？沙老虎有啊，你会唱吗？会啊，会唱，哈哈，赞！来，有唱一小段来听听看来。现在一定是这样子不太好意思，对吗？唱那个沙老虎歌有吗？雅婷团长也在，雅婷团长带不带幼童军啊？雅婷团长没有在线上。这里面还有谁会唱的？沙老虎之歌。没有人会唱没有人会唱两只老虎的歌，然后歌词有吗？好，那这个沙老虎歌在这边的话来讲的话也可以唱然后再来的话，这里面的话来讲的话还可以做一些游戏刚刚我有讲过啦像标枪标枪的游戏，那如果我们童军团里面的话来讲的话有什么有童军棍的话可以丢丢看，或者可以丢扫把也可以就是所谓的肩棒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那种丢纸的那种快乐丢扫把这是不得已为之因为说实在也怕破坏公物嘛但是有时候给孩子们大家来比较一下，因为幼童军团里面可能没有童军棍嘛，你不像复试团里面就有童军棍大家可以玩一下就是在那边可以做一个游戏等等。事实上在这里面的话，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取出来一些可以做的一些所谓的游戏也好，或者是一些实作也好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只要服务员肯去想。那在做幼童军团集会的时候把它融入在里面的一个环节里面，然后讲到哪里，然后我们就布置了一个游戏或者是一个实作等等那这个才是我们幼童军为什么一定要有丛林奇谈作为我们的背景依据的一个重要性。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谢谢大家的聆听也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感恩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智博团长今天精彩的分享，感谢。那好，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怎么样要指教的？
OK， 好，我们先谢谢智博团长今天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先拍个照合影。那接下来待会如果各位有特别要提问的部分的话，就要交流部分可以在合影之后来进行。好哦，那这边大家3、2、1。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